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。那我们呢，人在耶路撒冷，今天晚上就会是逾越节的开始。那逾越节之前呢，犹太人都会做很多的预备，所以这一集呢，就是来带大家来看一下有什么样子有趣的事情，犹太人是怎么样子的在预备过逾越节呢？Center 时间，然后这边就是在会堂，然后外面有一大锅热水跟一大锅冷水，然后居民呢，因为要过逾越节，必须要确保家中的所有的器具都没有效，所以就来到这个地方，让他们很快的可以帮他们做一个宗教礼仪上的消毒。那这里就有一锅热水，跟另一锅是冷水。所以民众就自己带他的东西来，然后烫完以后，在冷却的水里面泡一下，然后就完成了。那这个服务费我不知道怎么算，但是我们邻居是拿了2包，然后给了大概100 shekels。这些呢都是民众清出来的垃圾。那你们可以看到那边已经有垃圾车过来收垃圾了。逾越节是犹太人每一年最重要的大扫除，因为家中不能够有任何的酵，那所以就顺便把一些其他的东西该清除的也都一起清除掉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前面有一些灰灰白白的东西，那个呢是烧垃圾的一个烟，但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垃圾哦。因为呢，这是在进入逾越节之前最重要的一个步骤，就是把家中的酵就是要全部的烧掉。酵不能够直接像是垃圾一样丢到垃圾桶，它是需要就是在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像是在这个地方做燃烧，然后就是象征就是把酵完全的清除。物质界的酵就是你可以看到的面包啊，有人说是要念酵啦，但是我就习惯了，因为除酵节嘛，很少听到人家念除酵节，所以我还是念酵。那所以现在民众呢，就是把面包这些代表酵的东西，就是做一个清除。那也不只是外在的这种物质的酵，还有很重要的是心中不好的这些东西，心中的酵也要做一个清除。那这个小朋友也是很认真的在看别人在干嘛。那我觉得蛮有趣的，就是我们家这附近的社区其实不是宗教犹太人的社区，就是安息日的时候你也会看到车，路上有车这样子。但是我觉得蛮特别的，就是竟然可以在我们家旁边就看到一个烧逾越节的酵的这个东西。对，所以就是以色列的样子。那据我所知呢，他们必须在11点半之前完成烧酵的这个动作，然后就不能吃任何有酵的东西。那我之前呢，就是有做过一个跟犹太人一起7天不吃酵的一个挑战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我之前做的影片哦，连结我会放在这边。那我知道基督徒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常常就会在想说，所以逾越节到底是过7天还是8天，还是过1天？那在以色列是这样子的，逾越节它就是统称整个，就是包含吃逾越节晚餐的这一天，以及接下来7天的除酵节，所以加起来呢，在以色列是7天。但问题是，今天是晚上逾越节才开始，可是呢，白天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在做预备啦。然后像现在10点42分以后就不能吃有酵的东西，然后11点半之前要把酵的东西都烧光。所以这一天其实是逾越节的前一天，可是整个气氛已经跟逾越节一样了，所以我会说是8天啦。这边也有垃圾车，可能是同一辆啦。然后这个卖花的人呢，通常是只有安息日的时候会出现。那因为逾越节嘛，也像是安息日那样。那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就是逾越节的时候，第1天呢跟第7天都是不会有大众交通工具的。所以如果你们要计划去哪里玩的话，就是要先避免一下，要先计划好一下，就是这2天呢，不要有任何就是城市之间的移动，因为在城市之内你可能还是可以靠走路啦。
但是如果你到了就是想要就是跑去特拉维夫，或者是特拉维夫跑到耶路撒冷，那这2天你大概会很麻烦，会因为逾越节第7天的大众交通工具情况就跟安息日是一样的，就是没有，所以就非常的麻烦。你看现在还有公车，它大概不知道几点，3点吧，就不会继续开了。下午3点哦，不是半夜。那一台呢，就是计程车。以色列境内有21%的人是阿拉伯人，所以还是可以招得到计程车。那我左边这边呢，有一个诊所，它是24小时都开放的。在诊所里面，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是阿拉伯人，包含医生哦。所以，我们来过2次，就是这间叫做 Terem。如果你们以后来以色列，然后突然需要看医生，特别是如果是碰到安息日，小诊所都不会开，然后大医院又很远的话，通常你会选的就是来 Terem。我是希望大家不会用到啦，但是还是会建议大家是买了保险来以色列会比较好，因为我们看过2次医生，每一次看大概都是要台币6000到7000之间，大概200-300美金。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贵还是不贵，但我觉得是蛮贵的，所以就是还是买保险会比较好。然后呢，这是药局，可是呢，在以色列药局不是24小时开放，也不是每一天开放。所以虽然说大家刚才有看到以色列有 Terem，这个是急诊中心，但是急诊中心它没有药，你还是要到这个药局来自己来领药。所以我就不知道，如果是安息日，然后这种药局没开的情况下该怎么办，所以有一点麻烦啦。但这就是以色列的样子咯。那逾越节的第1天跟第7天，药局也是不会开的，因为放假，所以有病的话赶快看。那现在银行还有开门，不知道它开到几点。那我们去前面看超市，因为等一下超市就会关门了，所以刚刚在路上都看好多人都有买东西啊，可能只是买香蕉啊，一些少少的东西，但就是怕说逾越节要开始了，然后这一天会没有超市可以逛。这是我很喜欢的咖啡店，叫做罗拉丁。我来看一下它有没有跟平常不一样。这边的糕点呢，它都有放 kosher lepesa， 就是逾越节可以吃的，不要担心，它里面没有任何有效的东西，所以你可以买这个回家，然后在逾越节的时候跟你的家人享用。那这边也是写的就是 kosher lepesa， 虽然看起来像是蛋糕一般的蛋糕，但它就是说这是逾越节可以吃的。但是呢，它橱窗这边呢都已经清空了，那边就是逾越节不能吃的。这看起来是逾越节礼品包，一盒150、175，然后240，里面就是这些面包啊，然后酒，还有一些橄榄油跟蘸酱。那披萨店呢是已经关门了，它可能整个逾越节都不会开，因为披萨它是通常是用有效的这种面团。那如果他用玉米粉，那就可以，可是他也要找拉比来给他做认证，他才可以营业，不能够他自己觉得说啊，我这个合格，然后他就营业，在以色列不行。所以我来看一下超市有什么吧。这些呢是逾越节的无酵饼面粉，这是还没做好的，你可以自己做。然后这些是他已经做好的，这样一盒就是我之前给大家介绍的是2.5公斤，然后35 shekels， 大概是10美金，300块台币。这就是无酵饼的本尊。然后呢，超市也一样，就会有这种 kosher lepesa 的这个牌子，就是说逾越节的时候可以吃。那不能吃的东西、不能买的产品，现在就是会封起来，用这种白色的布，这样子大家才不会不小心拿到。上面还有写 hametz， 就是酵。你看这排就直接就封住了，这排也是。那这排是干脆就都不用走了。这排是洗衣精，所以没差，可以买。那这一区的话，就只有这里的不能买，其他的都还可以。
然后这一区呢，我猜这边是因为啤酒是用麦发酵，所以就干脆啤酒也不能够买。那红酒啊、白酒那些都还 OK。这也是逾越节的做蛋糕的面粉，然后这是做无效饼球的材料。无效饼球 matcha ball 很好喝哦，而且是只有在逾越节才可以喝得到。好了，我们买完东西了。像这个意思就是逾越节的时候不能开店的。日本餐厅也是关的，也是写 Not for Passover， 逾越节不可以。好了，那祝大家逾越节快乐喽！卡斯梅亚，拜拜。